这只鹦鹉从哪儿来的？薛将军送来的，说是给元宝解闷用的。颜色这么鲜艳，不会是染过色的吧？瞎眼的女人，我最好看，竟然还会骂人呢！瞎女人！郡王殿下，咱们能吃烤鸟肉吗？拔了毛，火上烤，撒点调料，嘎嘣脆。毒妇！在我家骂我毒妇，能的你会说话是吧？说呀，怎么不说了？是天生不爱说吗？今天搬家，收拾东西。已经收拾好了，用了早饭就可以出发了。好，吃饭。把这个放马车里，还有这个，哎，别忘了这个也带上。好了，都包完了，可以出发了。宋清宁跟赵成义带着孩子上了马车，在苏家人的目送下缓缓出发。郡王府还是在宁古塔，离流放村有点远。你会照看他们吧？放心。我只是担心苏长胜，那孩子实心眼，怕他吃亏。要不我让他给你做护卫？这样不太好吧？苏家日后必定不会一直留在那里，这孩子将来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一名小将军。如果跟着我，岂不是埋没了他的才能吗？无浪费。我特意请求了表兄，让我来保护您和小公子。以后您不必客气，可以随意使唤我。这个熊孩子居然真的跟来了，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宋清宁也不好再过多干涉，路途不算遥远，但也并不太近。他们一大早就出发，一路上没有任何耽搁，直到傍晚时分才终于抵达目的地。还不错呀。我们进去吧。坐了一天马车，宋清宁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快散架了。翻不了。还不睡啊？在等爹吗？小爹。要是冻死了，薛将军不会有意见吗？不过是个逗趣的玩意儿，没了再找便是。这鹦鹉嘴欠得很，就当是给儿子逗趣的小玩具吧。青青，我要去打仗了。怎么这么突然？南蛮入侵，连失数城，守城将军战死2人。父皇给我来了密信，让我将功赎罪，连苏家一起，只要胜了，前罪一笔勾销。你有罪吗？没有，我无罪。什么时候走？明日。很久吗？不知。有把握吗？不知。那要活着回来，儿子在等着你，我也在等你。我收拾着开荒种地，你要是没粮食了，就来信，我给你。你知道我有那个东西，我有很多粮食。谢谢你，青青。别的地方我帮不了你，只能尽点微薄之力。打仗就认真打，不要分心。家里有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别跟上次一样。幸运之神不会永远站在你头顶庇护你。别痒，我生孩子后胖了，你嫌弃吗？你为我诞下子嗣，我怎会嫌弃？青青，在我眼里你是最好看的。别，痒死了。我严重怀疑他头失去了，怎么技术越来越好了？我的腰啊，我的腿，还想要？这人的技术真不是盖的，是不是受虐倾向啊？反正以后是公用的，不如趁着现在还是我一个人的，再来几次过把瘾。青青，我的都给你。青青，还要吗？不要。我还想想什么想？想屁想！都折腾了一晚上了，天都亮了，还想什么想？好累啊，感觉腿上破皮了。这男人的体力怎么能这么好？睡吧，我要起了。不休息一会儿吗？赵成义一边穿着衣服，一边意味深长道：“已经歇够了。我给你收拾些东西吧。”不等赵成义说话，他便找了一个大大的包裹铺在床上，一样一样的东西往外拿：牛肉干、酸奶球、水果干、压缩饼干、伤药、感冒药、退烧药、拉肚子药、包扎的绷带。歇着吧，已经够了。真的够了吗？够了。你这一走，山高路远的，我就算是想给你捎点东西，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放心吧，军中都备上，什么也不缺。你只要在家里照顾好孩子就行了，其他的无需操心。好，我知道了。你在外边安心打仗便可，家中有我，无需操心。乖，睡觉。不用我送你吗？不用，怪冷的。我给你留了一个人，他不会背叛，有什么事你就推在我身上，没有人会质疑你。我开荒会拿出一些东西，行吗？放到小院的屋子，我会安排好。行，就这么定了。
等他睡踏实之后，才转身提起宋清明给他收拾的2个超大的包裹，毅然决然地出了门。长胜，你不该这么叫啦！苏长胜笑眯眯的，表兄点过头。爹，叫爹！突然，小老虎一爪子拍上去，叫声戛然而止，几根毛炸得飞了起来。小虎子，别！宋清宁及时制止。小老虎非常人性化的翻了个白眼，继续埋着脑袋睡觉。鹦鹉再也不敢靠老虎太近。宋清宁摇摇头，觉得这只鹦鹉真的不太精，连老虎都敢戏耍，还真是不要命了，连最基本的对强者的敬畏之心都没有。就这样的，以后估摸着也活不了太长。夫人别担心，主子很快就会回来的。李公公，咱们去开荒吧。啊，来真的呀！哎呦，夫人，您怎么这么想不开呢？这好好的种什么地呀？您这好吃好喝的，谁还能断了您的呀？我只是觉得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找点事情做。而且我们可以种些蔬菜、水果之类的，自家种的吃着也踏实，不是？夫人，您可别小看了种地这事儿啊，这可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这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最重要的是，这荒地根本就没法种啊！也不养个5年10年，根本没啥劲儿。您说它没劲儿吧？这草长得比庄稼都快，忙活1年下来，连个种子都收不回来，还不如不干呢，白费力气呀。没关系，我们可以试试看嘛。如果不行，那就再想别的办法。行吧，主子走的时候说了，您就是这郡王府里唯一的主人，您想做什么，只管吩咐就行。您要不去打听打听，有没有那种连着的荒地？咱们先把地买下来再说。行，咱家现在就去。李公公，要是可以，最好今天就定了。春耕到了，咱们不能耽误时间。还有，尽量买的大点。夫人放心，咱家肯定办妥。听李公公说，你要开荒。李公公去买荒地了，咱们多种点。小姐，这荒地怎么能种呢？要想把它养肥，最起码得5、6年时间呢。嘿嘿，总得试试看嘛。咱们总不能就这么干坐着等他回来吃现成的吧？再说了，说不定咱们真是天生就是种地的这块料呢。哪有这样的道理呀？您现在照顾孩子已经够辛苦了，哪怕您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也没有人会说您一句闲话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总得有些价值和作用才行啊。如果只是一味的想着坐享其成，那岂不是跟菟丝花一样，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记住，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自己有才是真的有。试试吧，尝试一下总是没错的，即使最终可能无法成功，但至少我们曾经尝试过，努力过，不是吗？庆欢无奈的摇摇头，唉，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歪理。哦，对了，主子把墨云留下了。墨云，快进来见过夫人。属下参见夫人。快起来吧，咱们也算认识，不用这么客气。以后如非必要，还是别动不动下跪，我不太习惯。夫人，咱家办成了。夫人，您猜猜咱家买了多少啊？多少？保管您满意，2800亩，还搭了一个山头，还有一个水塘子，离大河不远。就是这块荒地很难收拾，哎，您得看了才知道啊。那么多，那多少钱？一口价200两。哎，夫人，这钱花的也不多，咱家就是担心您要是做不成会泄气呀。明天我去看看。行，反正该办的咱家都办好了，那块地以后就是咱们郡王府的。李公公，我能不能自己买地？夫人是想购置私产？可以吗？可以倒是可以，夫人想买多少啊？不多，200多亩就行。还有一块500多亩左右，两边离得有点远，我就没要。要不咱家再跑一趟，把那块地也留下？公公拿着这个，能用多少算多少。唉，我现在总算知道为什么便宜了。这200两银子，但凡是个正常人也不会在这儿开荒吧？这就等于把钱扔土里了，连个响都听不到。这荒地就这样，等收拾出来以后，养个3、5年，养成肥地之后，到时候那价格可得成倍往上翻呐。李公公，你太厉害了，简直慧眼如炬啊！咱们以后把这块地开出来，保证让人馋得流口水。之后他又去看了好几处，也都差不多。
就是荒草，要是打理出来，这片土地绝对会是好地。走吧，我们下山吧。李公公，你去贴张招工启事，要招长期工人，人数大约500左右。告诉大家，只要肯努力干活，工钱不会少。而且这次招工只要愿意，可以一家一家的招，以后只要他们乐意干，就能长期做。好嘞，咱家这就去办。还有一件事，你再去找些擅长建造房屋的工匠，我们需要盖些房子，以便于居住和管理。夫人放心，咱家一定会把事情办妥。您快带着小公子回屋啊，这倒春寒可冷着呢。辛苦了。嗨，夫人说的哪里话呀？咱家这把老骨头有活干才高兴呢，哪来的辛苦啊？不辛苦，嘿，一点也不辛苦。尽管放心，咱家一定办妥。夫人，要不我们还是请一个乳母吧，这样您太累了。不用，也就几个月的时间而已，等孩子满周岁后就能给他喂饭了，到时候就不需要再喂奶了。那怎么能行呢？别人家的孩子至少要吃到2岁，甚至有些人家为了让孩子长得更健壮，会等到3岁才断奶。没关系的，孩子到了1岁就可以尝试其他食物了。而且母乳虽然有营养，但也不是必须一直吃那么久。我还听说有些富贵人家，只要孩子愿意吃，就会一直让他们吃，即使长大后也可以当做水一样喝。总之，母乳是好东西，多吃一点也没有坏处。别担心，我知道该怎么照顾孩子。不知道咱们郡王爷当初咋样？夫人，您别多想。好吧。贵人，请问这工钱如何计算呀？你别紧张，刚才说什么？这工钱咋算的？管不管饭呀？男人1天20文，女人18文1天，管吃管住。啊，真要女人啊？还管吃管住？要是干得好，可以签长工契约，拖家带口的话，还会给分房子。啥？房子？分的？喂，你到底干不干？就一句话，要是不干，别耽误我们报名啊！干，我们干，我报7个。你能做主？我们明天就开工，活计可不等人。提前跟你说清楚，干的是开荒的活，很辛苦。咱们都是干活的，到哪儿不是干呀？不怕辛苦，有口饭吃就行，其他的没事儿，咱们有的是力气。好，那我给你记名单上了。明日一早到回梁坡，那里的荒地全都是郡王府的，房子正在盖，现在天气冷，暂时先搭草棚子，你们先凑合住，试用期半年。半年后，你们要是觉得可以，就签长工契约，契约是3年、5年、10年的，到时候看你们自己的情况。暂时就这样，之后有什么事会通知你们。谢谢。李公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夫人真是心善呐。我只是觉得我们双方都是各取所需罢了，没什么好谈的。夫人说的对。夫人真是好本事，居然把这荒地整得这么好。以前也不是没人买过，只是啊，可没这么好的家世，1年下来光除草了，根本收不了多少粮食。没想到夫人这么一收拾，这跟良田倒是没区别。孙氏看着眼前整齐的田地，不禁感叹道：夫人真是厉害，要是搁我这儿都不知道要怎么做。孙夫人真是过奖了，我只是因为闲着无聊才会瞎折腾一下而已。郡王爷也是由着我瞎折腾，我心里还一直悬着，现在每天我都感觉像是在给这片土地撒钱一样。俗话说，只要付出了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以我来看啊，就凭这片地，等到秋收的时候，肯定会有惊人的收获。再说了，您这可是做正经事，郡王爷支持还来不及呢。我并不指望能收获太多，只希望第1年不要把种子赔进去，能够收到这些长工的饭就行了。毕竟种地需要时间和耐心，不能急于求成。是啊，种地就是一项缓慢而细致的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哎呀，瞧我这是什么记性，见到您之后只顾着说话，就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夫人猜猜，我给你带谁来了？谁？都到了还不出来？都是自家人还不认识啦？随着孙氏的呼喊声落下，只见几个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人从马车后面局促不安地走了出来。宋清宁看着这几个头发散乱、脸黢黑、衣服破烂不堪且光着脚丫子的乞丐，整个人都懵住了，脑子里快速地搜索着自己所有的记忆，但根本想不起有这样几号人物。姐，我们终于找到你了，我们都快走不下去了。姐，那个有什么事咱们能不能先松开再谈？姐，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闺女啊，娘和你爹带着你弟弟妹妹来看你了。宋清宁只在流放那天见过这个夫人，相比那时，现在的她又瘦了很多，几乎皮包骨头，那双眼睛里没了丝毫的泼辣强势，有的只是不安，小心翼翼。既然都来了，那就一起住吧，以后就跟着我住在这里。夫人先忙，我家里还有些事儿，改日等松快了再过来好好唠唠。今日招待不周，夫人见谅。客气什么？我呀，托大就做个姐姐，以后你可不许跟姐姐客气，要不然就是看不起姐姐。那姐姐往后可要常来，
我这随时欢迎你。这头牛是你们的？几个人默默地点点头，眼神里满是心疼，紧紧盯着瘦骨嶙峋的老牛。这老牛跟着我们，真是受苦了。你们看看自己都瘦成什么样了，和老牛比起来，你们更需要照顾吧？夫人，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我的父母、弟弟妹妹。哎呦，原来是贵客呀！来，几位快跟咱家进屋去收拾一下，好好休息休息。走吧，咱们先回屋。进来吧，不用拘谨。几人终于进了院子，李公公招呼着让下人烧热水做饭。一家子清洗过后，已经是1个多时辰之后了。哎呦，这小公子长得真俊，肯定像孩子爹，这还真是会说话。还是像夫人多一些。孩子他娘，咱们带的东西。哎呦，瞧我这脑子，光顾着乐了，把这茬都给忘了。大郎、二郎，快把东西拿下来，看看还能吃不？青丫头，快过来看看，这可是娘在路上的时候专门给你做的呢，我还专门多用了1层底，这样就能保证它结实耐穿了。你随便穿穿就行，娘就是闲着瞎做的，还不知道能不能合脚呢。说着说着，他别过脸，抹了一把流出的眼泪。来了这，看到闺女生活这么好，他的心就一直提着。听着那些长工叫自家闺女夫人，他自觉闺女熬出来了，可越是这样，他越觉得无所适从。本来一开始的打算就是投奔闺女，想着能帮她一把，他们没什么本事，就一身力气还能用。现在看来，闺女根本就用不着自家一家子上门，倒像是打秋风来了。最重要的是，他看出来了，闺女看着自家一家子就跟陌生人似的，没有一点亲近。他以为当初闺女流放都悄悄留下小金鱼，肯定心里还有这个家，现在看来完全就是自己想多了。心里想得多，他手上的动作没停。青丫头，这是娘专门给你带的腌肉，是家里喂的猪，走的时候都用大盐腌好，现在看着不好看，闻着也有点不好，其实洗洗可香了。宋清宁蹲下身子，看着满满一大筐猪肉，足足有100多斤，那颜色不止黑，还起了霉点，伸手摸了摸，黏糊糊的，还拉丝。你这孩子都是夫人了，还碰这些东西做甚？站在一旁的李公公看着那猪肉那个样子，龇牙咧嘴，眉头皱成一团，小心翼翼地看了眼宋清宁的脸色。老夫人，这些肉咱家看着都坏了吧？夫人现在还在给孩子喂奶，吃这些怕是不妥，要不就让长工们分着吃了，左右也不算糟蹋。王莲花一听这话，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呆滞，心虚的不敢看李公公的眼睛。啊，我觉得这挺好，我们前几天还切了一块吃，打牙祭来着，这就是看着不好看，其实吃着没啥问题的。娘，我姐不能吃，前2天咱们吃完之后可是跑了1天茅房，姐现在可是喂着小外甥呢，万一要是吃出个好歹，那可咋整？王莲花一巴掌拍在宋大郎腿上。你这死小子说啥呢？分明就是你自个儿嘴馋，一次性吃多了，那肚子里没油水，一下子吃那么多能不跑吗？你们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们怎么这么傻？带着这么多的肉，你们怎么就不多吃点儿？你看看你们都瘦成什么样了，这身子亏成什么样了？姐，你别担心，我们都走过来了。对，姐，我们走的可快了，都走过来了。这几人眼神闪躲，明显就是不好走。你们怎么突然决定来找我？没啥，就是想找你，走过来就好，其他的不重要了，以后就跟着我这儿过。李公公，给我爹娘安排一个院子。夫人放心，咱家已经安排妥了，保管不能怠慢。夫人，饭菜好了，现在摆出来吗？摆吧，吃吧，敞开肚子吃吧，咱们也是享了闺女的福了。大郎、二郎跟宋雪梅不用说，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他们一路风餐露宿，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可一家人太多，就算是省吃俭用，拉着的粮食还是肉眼可见的少了。就算是白面馒头，他们也只是10来天才会买一次打打牙祭，平时就吃着黑面窝头，还夹着一些晒干的野菜，又拉嗓子又难吃，还不顶饱。整整1头猪的肉，一路上也就吃了个下水，以及猪头、4条腿，以及其他地方的好肉，更是一口都没舍得吃。他们就想着给宋清宁留着。姐，以后我们给你干活，有啥活你尽管说就行，我们没什么本事，就是有一把子好力气。不着急，你们先歇几天，我包了几千亩地，有的是活计。啊，姐，那你现在就是地主吗？那么多地啊？差不多吧。姐，你放心，我肯定好好干。姐，还有我可比大哥有劲儿多了，你可拉倒吧你！哼，有你这么瞎显摆的吗？啊，你啥时候比我有劲儿了？二郎争辩，上次咱们俩扛包的时候，我可比你多赚了2个铜板。就这点小事儿，可让你来来回回说了10遍了，也不嫌丢人，不就是2个铜板吗？哎，有本事咱们比种地，看谁种的好，种出的粮食好。好，就这么说定了。我就让姐姐看看我厉害多了。小公子喝点不？孩子还小，不能喝，您喝吧。你要是想解手，咱家带您去。社恐宋老头也是真的着急，点点头，起身就跟着李公公跑。宋老头的开始就像打了开关一样，一家子开始往厕所跑。哎呀，
闺女啊，我就说了吧，咱乡下人这些穷肚子啊，哪里能吃得了那好东西？以后可不能再吃那油水重的了，就吃了这一次，都得要老命了。娘，其实我觉得还好，除了跑肚拉稀之外，我觉得身上还是挺松快的。哎呀，要是能天天都吃这么好，就算是多跑几次茅房我也认了。当天晚上，王莲花非要跟宋清宁睡一个被窝，哪怕宋清宁不乐意，可老太太还是死磨硬泡，就是要说说话。宋清宁没办法，主要是看着老太太那满脸沧桑，那双眼珠子锃亮的想要跟闺女晚上说悄悄话的样子太过直白。丫头啊，你现在这日子过得真好，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就担惊受怕，就想着你不好过咋办，还想着以后要多帮帮你。咱们都是地里刨食的，只要不是老天爷不给活路，咋都能活。没想到现在你这日子真好，你放心，以后咱们一家都给你种地。你也知道咱们没本事就有力气，很辛苦吧？哪里辛苦了，一点都不辛苦，咱们还有牛嘞，一直坐着牛车就那么干坐着，哪里苦了？睡吧，明日还要早起。丫头，你说这世上真有神仙吗？有。那你说神仙会保佑好人吗？那你说娘好不好？不差。那神仙会保佑我吗？会的。青丫头，那个男人咋样？对你好不？很好。好啊，咋个好？就算不好，你还能给我讨公道不成？什么公道不公道？你这孩子怎么净瞎说？人家可是主子爷，怎么可能差了？再说了，两口子过日子还能没有牙碰到嘴的时候？女人家不能太强势，让让日子就过了。睡觉睡觉，要是真欺负你，活不下去了，大不了跟娘来种地，只要那主子爷不要你的命，其他的都好说。宋清宁轻笑，她发现这老太太还挺可爱。躺着躺着，宋清宁昏昏欲睡，突然老太太跟诈尸似的蹦跶起来。哎呦，不行了不行了，我还要去一趟茅房。说着，她把被子铺盖全都抱起来。我这肚子晚上不知道咋闹挺了，你先睡哈。说话间，老太太抱着被褥拉开门就跑，一点没有刚才要撒泼打滚留下来的决心。亲丫头，今儿个娘给你做点你最爱吃的，这么多年没吃娘做的饭，肯定想了吧？其实你没必要这么辛苦，走了这么久肯定很累，你还是歇几天吧。你放心，娘不累，昨晚上跑了好几趟，也是齐了，今儿起来后反倒是精神了，肯定是看见你高兴。我跟你说啊，娘做的饭你以前可爱吃了。那你小心点儿，有什么找不到的就问崔婶子，她管灶房里的事。放心，娘心里有数，你也别操心，娘活了这把岁数，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能不知道事儿吗？赵成义，你这是何必？那皇帝老儿对你这亲生儿子都如此狠心，将你流放，你现在完全没必要再卖命。你以为你还能再得到那个位置？到头来还不是便宜了别人？感觉到那黏腻的东西，那双眼里透着破碎。赵成义连着吐了好几口，胸口的那股恶心感觉还没压下去，脑子也有些发昏。你甚至不我！旁边的亲兵眼疾手快地扶住他。由于主将突然昏倒，军队失去了指挥核心，士兵们不得不匆忙撤退。主子，赵成义摆摆手，表示自己并无大碍。回到营地后，一些疲惫不堪的将士甚至来不及进入营帐，直接在地上躺下，瞬间鼾声四起。赵成义则躺在主营帐内简陋的小床上，眼神呆滞，双手下意识地抚摸着胸口，那股强烈的呕吐感至今仍未完全消退。他心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宋清宁居然再次怀了。自从孩子出生后，已经过去了数月时间，期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要他，哪怕忍得难受，他也没动。保家卫国本就是我的责任，我所做的只需要对得起百姓就好。真是可笑至极！赵成义，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不过就是一个被遗弃的皇子罢了，就凭你这点本事，还想保护谁？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情。赵成义，你冥顽不灵！赵成义轻身而上，男人赶紧提枪迎战。打着打着，赵成义突然感觉不对劲，他只觉心口发闷，身体有些发软，喉头发紧，这种感觉他很熟悉，整整熬了好几个月，不用想都知道什么原因。然而还没来得及多想，他嘴一张，吐得男人一头一脸。男人的身子瞬间定格，他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指戳了戳脸。然而在离开时，他最终无法抑制内心的欲望，再加上上了战场生死难料，哪怕他胸有成竹，可抱着娇妻幼子也是心中不舍，情不自禁要了一夜。没想到仅仅这一次，他竟然又要做父亲了。更让他无奈的是，这次呕吐的人竟然又是他。没想到现在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主子，用些膳饱，不想吃，没胃口。主子，你已经多日未曾进食了，若是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要不
属下让人熬点清淡的粥罢了。给夫人送个信，告诉她要多注意身子。那老大夫可不是养着吃闲饭的。是，属下这就安排。等等，还是我亲自写吧，免得那女人不听话。终于，当最后一个字写完，赵成义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主子，您写了这么多，难道不怕夫人看不完吗？她会看完的，就算一次看不完，也会忍不住以后慢慢看。加急。莫风点头，退了出去。天塌了吗？非得在这时候吵闹？有什么事不能明天说吗？我刚睡着。我告诉你们，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明天你们就上山种300棵树。主子来信，让你看大夫。现在大半夜的看什么大夫？我这身子壮得跟牛似的，连咳嗽都没一声，一天天的把脉看大夫，真是不嫌麻烦。主子特别叮嘱过，一旦收到信，就必须立刻带着大夫前来。恭喜夫人，您这是喜脉。你刚才说啥？我没听见。恭喜夫人，喜脉。恭喜夫人，出去吧，我要睡觉。夫人，将军夫人求见。小公子都会走路了，真厉害！夫人真是好福气呀。这太也快了吧？是啊，快了，再有2个多月就能松快了。夫人莫怪啊，我这会儿腰困得厉害，实在起不来。夫人别这么说，我也是过来人，自然知道这时候的不容易，好好休息才是最重要的。咱们又不是外人，等这一胎生下来，可又是个大胖小子呢。说起来，也是我们提前打声招呼，不请自来。夫人这次可是不一样啊，莫不是双胎？我也不清楚，不过光看我这肚子，估摸着也不是一个。这次我倒希望再生个闺女。姑娘好，到时候正好错个好字。宋清宁摸着圆滚滚的肚子，现在虽然只有6个多月，可这肚子已经到了临产那么大，她心里很担心，这么大的肚子她都不敢多走路。夫人不止福气好，就连这庄稼都长得好，可惜这福气还在后头呢。哎呦，瞧我这年纪大了就是啰嗦。这时候也不早了，夫人定是累了，先歇着去。我呀，这就先回了。唉，也是家里岁数多，要不然呢，我真想跟夫人一样，在这田间自在过日子。夫人有空可以经常来坐坐。一定来，往后一定经常来。来了，跟夫人一块享享福。夫人歇着吧，我这就先回了。我这也没什么好东西，拿一些蔬菜回家吃吧。开春那会儿，我家爷派人在行商手里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种子，我让人种着玩，没想到还不错。那可倒好，我这一天正愁着没什么好吃的，这赶巧了，尝尝鲜。宋清宁让人装了一车各种蔬菜，送走孙氏后，宋清宁觉得自己的眼皮越来越重，困意如潮水般涌来，很快便进入了梦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忽然被一阵哭声吵醒。娘，大郎，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事娘觉得丢人，根本就没法说出口。你让他自个儿说，要是因为这臭小子让你丢人了，娘一定打断他的腿。宋清宁看了看大郎，又看了看一直跟在大郎身后的小姑娘，然后让李公公打发了看热闹的长工跟我进屋，让公公看笑话了。麻烦您在外面看一会儿。夫人放心，咱家就在外面守着呢，您有事儿只管叫一声就好。说吧，发生了什么事？说说情况。你们再互相看也不会有啥影响。唉，娘碰见他们俩钻草丛了，
这来来往往人那么多，也不嫌扎屁股。说到这的时候，王莲花明显轻视的看了一眼小姑娘，那样子就是看不上。娘，我说过了，荷花是个好姑娘，我想跟她一起过日子。谁家好姑娘会跟男人钻草丛？你姐她现在身份不一样，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可以娶个好媳妇儿，而不是这样一个上赶着的女人。万一要是给你姐丢人，让人家看笑话咋办？娘，你不能这么说她，咱们本来就是乡下人，我们一起过日子，过得顺心就是了，什么笑不笑话的？荷花是个好姑娘，我就认定她了。你要是不要她，那儿子以后就不找了。大郎哥，以后咱们分了吧。等等，有什么话好好说，跑什么跑？夫人，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我配不上大郎哥，你放心，我不会缠着他的。等等，我还有话要问，只要你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你们之间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夫人请随意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青丫头，这样做恐怕不太好吧？要是放在从前，娘肯定不会多说什么，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呀。唉，你如今身份尊贵，这个姑娘却没有娘家背景，而且他们之前还做出这种荒唐事，以后要是传扬出去，恐怕会被人耻笑呢。您别想太多了，谁会笑话呀？只要两个人合适，能结婚不就行了吗？人生在世，想要遇到一个真心喜欢、能够相伴一生的人太难了。既然大郎和这位姑娘两情相悦，而且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我们总不能拆散他们吧？娘，我的身份对你们来说并不重要，你们还是要继续好好生活下去。唉，你说的轻松，但这姑娘和大郎实在不合适啊。可以说说你家里的情况吗？我爹娘在我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些年我一直跟着叔叔婶婶一起生活。那你和我兄弟的事，你家人同意吗？夫人，我保证我对大郎哥绝对是真心的。那你家人什么想法？荷花的头又一次低下去，沉默不语。李公公，麻烦你去把荷花姑娘的叔叔婶婶带过来。片刻后，敲门声响起。夫人，不知叫小的来有什么事吗？这孩子与我兄弟情投意合，我就想着，既然是一对鸳鸯，他们自己又都乐意，那不如就成人之美，成全了这桩喜事。我现在就是想问问你们的想法，舍不舍得把姑娘嫁给我家大郎啊？你这孩子躲在那儿做什么？快过来呀，还不谢谢夫人？荷花看着婶子慈眉善目的样子，明显愣住了。多谢夫人，不必多礼。你嫁给大郎，以后就是一家人了，要好好相处才是。答应，答应，自然是答应。能嫁给大郎，那是丫头的福气。以后这丫头要是不听话，你们只管揍，我们绝不会说什么的。既然你们都同意，那就商量着办，总归不能委屈了这孩子。毕竟人这一辈子只成亲一次，要是留下遗憾，就算是到老了也惦记，咋不算委屈？就咱们住户人家的样子来吧，又不是娶公主。又不是啥金贵丫头，就随便办几桌，咱们两家子一块吃个饭，该过的礼过一下就行了啊。现在正是秋收，哪有那个闲工夫？两人七嘴八舌的说着，完全没有一点意见，怎么方便怎么来，就算把姑娘白送都行。他们的态度让王莲花很满意。青丫头，咱们庄户人家办喜事，你也不懂。这样吧，我们自己商量，到时候你这做大姐的乐意赏他们什么，那就是你的心意了。宋清宁见两家都是这个意思，就连宋大郎和荷花都是，他也就不再插嘴，大不了到时候他给添些东西。王莲花赶紧道：那就这么说好了，我们自己商量去。你一天天的这么忙，这点小事我们就不累你了。那你们自己商量吧，有什么需要尽管说。两家人和和气气的离开后，李公公小心翼翼的进来，门的隔音不好，可李公公的耳朵贼灵，宋清宁刚才的话都落到了他耳朵里，先入为主的想着宋清宁是以通房丫头跟了主子，心里肯定不痛快。夫人呐，主子之前来信跟老奴说过，说是在您生产的时候可以回了一次，到时候您想要什么，其实可以跟主子提，以主子对您的重视，定然会百依百顺。我这肚子长得太快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早产。姐，谢谢你，我还以为我这辈子会打光棍呢。说啥呢？快收拾收拾拜堂，一天天的可真会想。你长得好，身板壮，人勤快还老实，就连娘都好说话，不为难人，你咋可能打光棍？有的是姑娘嫁。一时一到，一拜天地，同知连理；二拜高堂，龙凤呈祥；夫妇对拜，百事恩爱。大嫂，现在有一件天大的喜事，想不想知道？今天是我兄弟的大喜日子，还能有什么事情比这喜事大？好了，你带着元宝去玩一会儿吧，等会儿他要是累了，
你再给我抱回来睡觉。我感觉今天的腰好沉呐，我得先回房歇一会儿。走吧，你母亲不去，我们去。哎呀，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以后不准亲我，男孩子要有男孩子气概，怎么能总是喜欢亲呢？你看看这口水糊得到处都是，我的脸上全是你的口水味儿。小元宝，快看，你爹回来了。赵成义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儿子。至于苏长胜，抱歉，他选择直接忽略。元宝，我是父亲。元宝，咱们去找你母亲。元宝，小弟。元宝响亮的回答，让旁边跟着的苏长胜再也绷不住笑出来。这样的亏他自己也吃过，每次教元宝说话，小家伙都不正经学，而是非常乐意给人回答。调皮，别哭了，再哭下去会吵醒母亲的。娘，元宝乖，你母亲累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如果我们吵醒了她，她会不开心的。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李公公已经迫不及待地从屋里冲了出来。当他看到赵成义时，眼中闪过一抹惊喜。尽管他早已得知主子即将归来，但真正见到人的那一刻，内心的喜悦之情仍然难以抑制。赵成义抱着孩子走进院子，目光扫过满院子的喜庆装扮，心中已然明白，关于宋清宁的家人找上门来的事情，他早已有所耳闻。对此，他还特意让李公公多照顾照顾，免得他们不适应。我这是眼花了吗？我怎么看到赵成义了？宋清宁有些不敢置信，他用力地眨眨眼，门口站着的人还在，并且抱着那哭得可怜兮兮、眼睛水汪汪的小元宝。他怎么瘦了这么多？都没好好吃饭吗？这脸色蜡黄蜡黄的，跟大眼鬼似的。知道的这是去打仗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逃难呢。你回来啦！快进来！就在这时，他忽然感到自己的肚子一阵抽搐般的剧痛袭来，而且这种疼痛异常强烈。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立刻意识到宋清宁即将分娩。然而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的疼痛似乎来得更为凶猛和剧烈。与此同时，宋清宁也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液体瞬间浸湿了他的裤腿。那个，我看见你后，好像因为太开心就要生了。赵成义脸色大变，他立马把孩子丢给李公公，不顾自己疼得脸色扭曲，抱着宋清宁就往床上抱。同时，早就准备好的稳婆也被叫了进来。听到动静的王莲花知道宋清宁要生了，几乎是一阵风似的跑了过来。她虽然不是稳婆，可生了几个孩子，早就经验十足。进了屋子，他一眼就看到杵在边上的赵成义。赵成义只穿着一身灰色衣服，还灰扑扑的，胡子拉碴。王莲花没见过他，以为是下人。你家主子在这生娃呢，你这么大小伙子杵在这儿看啥看嘞？还能帮忙不成？咋一点眼色都没有？快出去！说话间已经把赵成义推出了门外。快烧热水！屋子里面，眼看着亲娘把赵成义推出了门外，宋清宁并没有吱声。他很清楚老太太那芝麻大的胆子，要是现在就跟她说了实话，老太太怕是得哭着跑出去给赵成义磕头了。闺女啊，你要是疼了就喊一声，这时候没人笑话你。你这一声不吭的，娘害怕。娘，我真的没事儿，喊出来也没什么用，反而浪费力气。坐在椅子上的赵成义身子挺得笔直，仿佛一根紧绷的弦，不敢有丝毫松懈。肚子里像是有无数只小虫在啃噬，疼痛难忍，似乎肠子都扭成了一团麻花。他的脸色苍白如纸，毫无血色，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滑落，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形成一小滩水渍。然而他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强忍着这股剧痛。娘，元宝啊，咱们先去喝羊奶吧，你娘正忙着呢，没时间给你饭，等会儿再回来找她好不好？娘，要不你吃我的算了，虽然没有奶水，但好歹也能咬几口。说着他还真准备解开衣服。臭，有的吃就不错了，哪臭了？不信你闻闻。这时宋清宁觉得那股劲儿越来越强，下身木愣愣的，好像能清晰地感受到骨头打开。稳婆看着下面，脸上露出喜色。夫人，再加把劲儿，已经能看到孩子的头了。快，闺女，再使一把劲儿，看这黑黝黝的小脑袋，头发长得真好，一看就是吃了不少好东西。门外的狗似乎被哭声吓到，纷纷叫起来。一时间，整个院子里回荡着此起彼伏的犬吠声。主子，赵成义摆了摆手，表示自己没事。没过一会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稳婆怀里抱着一个用小被子裹着的小包裹，笑眯眯地说道：“恭喜恭喜呀，是个小公子呢。”就在这时，一声细弱的啼哭再次响起。这次的哭声听起来似乎有些虚弱，但却充满了生命力。很快，门再次打开，稳婆笑得见牙不见眼：“恭喜恭喜，又是小公子！公子好，公子好啊！你们忙着给夫人收拾，咱家去照料孩子。”赵成义此时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浑身湿漉漉的。与此同时，他心中却松了一口气，
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这种感觉如同重获新生一般，让他感到无比轻松和自在，暗自庆幸，觉得自己终于解脱了。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他觉得自己拥有3个儿子已经足够了，无需再追求更多。然而，就在他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突然袭来的一阵剧痛让他眼前发黑，几乎无法忍受。他咬紧牙关，强忍着疼痛问道：“不是只有2个吗？”在稳婆激动的叫喊声中，他只觉下身一空，一声接一声的婴儿啼哭声从产房内传出，仿佛要冲破屋顶一般。这得多大的福气啊！一口气生3个小子，就算是放在普通人家，那腰板子也是绝对直的。闺女啊，你真的熬出来了，睡吧，好好歇歇，娘照看你。娘，你的手真好，你这丫头就会哄我这老婆子开心。行了，你肯定累坏了，好好休息一会儿吧，娘来帮你收拾一下。还有一个！随着老太太一嗓子喊出来，刚站在门口的赵成义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娘呢？4个呀！宋老头跟老大夫聊天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赵成义的身份。此时他已经完全坐在了地上，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大人物，还是自家闺女的男人。夫人，快醒醒呐！还有一个孩子呢，您不能睡着啊！如果您睡着了，后果不堪设想啊！您快醒醒啊！到底是什么事嘛？到底是什么事？你们哭哭啼啼的，叫个不停干什么？我就不能好好睡一会儿吗？夫人，您等会儿再睡吧，这肚子里还有一个呢，可得加把劲儿。你说啥？就是还有一个没生出来，夫人加把劲儿。不等稳婆说完，肚子里的孩子好像知道自家娘已经歇了一会儿，开始发力。宋清宁闷哼一声，无意识的使劲。最后一个娃有点小脾气，不管宋清宁如何使劲，他都憋着不出来。表兄，你咋了？没事。可是闭嘴！凶什么凶嘛？我也是关心你，你看其他人问都不问。李公公默默别过脸，他一直觉得苏长胜不太精明，现在看来自己也确实没有老眼昏花。夫人，您再加把劲儿啊！我尽力了，这小兔崽子一直憋着不出来，我能有什么办法？夫人，您想想你的孩子们，他们需要您。这个时候您只需要再加一把劲儿，以后就是享不完的福。要是在这儿出了什么意外，到时候那些孩子咋办？没了亲娘护着，以后谁知道会是啥样呢？夫人呐，老婆子活了这么多年，可从来没见过几个真心的后娘。这猪肉无论何时都添不在羊肉身上，您可千万别泄气呀，哪怕是为了孩子也不能啊。闺女啊，你可得加把劲儿啊！你要知道娘没本事，到时候你要是出了啥事儿，娘都不能带着女爹跟兄弟去给你讨个公道。宋庆宁被稳婆跟老太太说的热血沸腾，脑子自动多出一幅画面，自己挂了，然后赵成义娶了个门当户对的媳妇儿，生了一大堆孩子，根本就不稀罕自己生的几个宝贝，一天天的把孩子赶到山上挖野菜，还得回家挨揍。赵成义那王八蛋，休想虐待我儿子！再娶个老婆可以，我最起码得活着，我活着，儿子才有饭吃。宋清宁，你不能挂，加油，再憋一口气。在心里打足气之后，他深吸一口气，咬紧牙关，手死死地抓着床单，使出全身力气。终于，随着一阵小猫叫似的啼哭声，最后一个孩子顺利出生。恭喜夫人，是个小千金啊！终于完事了，还好最后一个是姑娘，也算是儿女双全了。这生孩子的活儿还真不是人干的。夫人，您看看您的小女儿。宋清宁勉强睁开眼睛，看着襁褓中的婴儿，小家伙长得瘦瘦小小，跟猫崽子似的，那小脸贼白。这时房门被推开，辛苦你了，我的夫人。是辛苦，以后不生了。不生了，以后再也不生了。站在一旁端着热水盆子的王莲花眼睁睁地看着赵成义亲了一口宋清宁汗滋滋的额头，他当即惊得瞪大眼睛，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他可没忘记自己之前把这大小伙子给推出门去了，现在看他跟自家闺女这亲密一样，那已经老化的脑子难得聪明了一回，心里已经猜到了7、8分。他吓得牙齿打颤。闺女，这是谁呀？岳母辛苦了，您去歇着吧。郡王爷，老婆子不是故意把你推出去的。老夫人，我们带您去歇息一下吧。夫人已经平安无事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其他人则动作迅速地清理干净产房，将沾染上血迹的被褥撤换下来，换上崭新的床铺。收成这样还是很好看的，这人去打仗怎么像逃难回来一样？果然军营里也没什么好吃的。青青，你想见孩子们吗？想，4个孩子都是早产，不知道身体咋样，咱们看看去。青青，谢谢，辛苦了。你无需客气，孩子生出来他们叫我娘，我又不是外人，
再说了，别人不知道，我知道你的辛苦比我更多。好啦，我们先去看孩子吧。你等等，你的身子不能朝风，我让人把孩子抱过来。不过这次你不许再亲自喂，你的身子受不了。行行行，我自己心里有数，先看看孩子。赵成义出去了一趟，随后几个穿戴利落的年轻妇人抱着孩子走了进来，他们齐齐跪在床边，抱着孩子让宋清宁看。这几个小家伙真可爱，不愧是我生的。这些孩子都像你，跟你一样好看。逗了一会儿，赵成义便示意几位奶娘将孩子抱下去。孩子爹，我开荒大丰收了。我知道，我的夫人很厉害，辛苦了。可别，万一以后你娶了正妻，容不得我，我怕被乱棍打死。胡思乱想，哪有什么万一啊？除了你，不会有别人了。那就好。唉，说得好听，你的身份摆在这儿，我的身份也摆在这儿，说的好像由得了你似的。等你以后爬上去了，谁还记得你流放？肯定巴不得把闺女塞给你，根本不会嫌弃你是5个孩子的爹，更加不会在意我这土包子生母。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孩子爹，我这几个月都不敢乱吃东西，现在嘴里没味儿，我有好东西，你要吃吗？赵成义心头微动，我让人先做碗粥，你垫垫肚子。宋清宁点点头。去，快去！我看看拿些什么好吃的。哎呀妈呀，几个月了，我终于自由了。现在我觉得自己强的可怕，什么都能吃得下。赵成义快步走向厨房。这个巧克力蛋糕看起来不错，不过有点太甜了，现在坐月子不太合适。哎，这个薯片也很好吃，但好像不太适合当主食。找到了，榴莲千层。宋清宁从冰箱里拿出一盒榴莲千层放在桌上，然后又开始找了起来。车厘子、小番茄、西瓜、香蕉、葡萄，没一会儿就翻出了一大堆水果。接着他还是往外拿烧烤，一大把羊肉串，一大把牛肉串，一大把鱿鱼，一大把鸡翅，又专门拿出10串正宗烤羊腰子给赵成义补补，反正他不爱吃那骚味，赵成义应该爱吃。你现在正在坐月子，我曾经问过那些有经验的稳婆，他们说了，坐月子最重要了，不能乱吃东西，也不能受凉。青青，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自己。这粥熬得真好，味道真香。赵成义，刚回应了一声，宋清宁就一嘴啃上去。赵成义感觉自己的嘴都要没了，他无奈道：青青，别胡闹。宋清宁舔了舔嘴唇，伸手拿了一个鸡翅，还没送到嘴边，鸡翅没了，他呆滞1秒。干嘛？赵成义一本正经道：你现在坐月子呢，不能吃这些，鸡汤给你炖着，听话，喝鸡汤。说着他一口吃了鸡翅，连同骨头都吃了。接下来他被迫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吃播。饱了吗？娘嘞，这吃法皇帝知道吗？地主家的满仓粮也经不住这么造啊。味道还不错。当然可以，这可都是我最爱吃的。孩子爹，咱们收的那些粮食要怎么处理呀？你想怎么处理啊？能卖吗？能。那就卖了吧。我已经想好了，就开个平价果蔬粮食店，这样一来既能满足大家对食物的需求，又能帮助我们解决粮食的出路问题，而且我们还可以顺便卖点其他杂货，让店铺的生意更加好。你很缺钱？宋清宁摸摸鼻子，这话说的，谁也不嫌钱多呀。心里这么想，嘴上却是笑着道：不缺，不过我闲着也是闲着，就想帮你一点儿。你要粮食就拉粮食，要银子咱们就换成银子，总归有用的不是吗？好吧，你开心就好。你这次回来常住吗？还打仗吗？专门回来看你和孩子呀。本来想着多留几日，既然你已经生了，那我过2日便走。宋清宁有些失落。啊，这么快呀？那你下次何时回来？对于宋清宁的不舍，赵成义心里很满意，他也眼里含着笑意，轻哄道：不会很久，你若是想我，可以写信给我。唉，总感觉这人就跟送快递似的，送到就走，走就走吧，我就是客气客气，一天天忙得要死，谁会想啦？赵成义刚刚勾起的嘴角咵一下掉下来。青青，你不必太过劳累，知道吗？不会不会，孩子有人带，家务有人干，银子随便花，想吃啥说一声就有，想干啥李公公啥都懂，想干啥李公公啥都懂，办得妥妥的。娘家也都在跟前，我说的话没人反驳，全都是我说了算，这样的日子哪里会累啦？最重要的是白天晚上都有人保护，完全不担心安全问题，闹得可乐都没用了。多少女人做梦都不敢想这样的日子，我天天过着，美着呢。赵成义有些好笑，他的眼里宋清宁太过单纯，太过满足，身为他的女人，又有这些孩子傍身，
哪怕以后自己在战场上没了，日子也不会太差。那个，有事？有，怕是要麻烦夫人点事儿。啥事儿？咱们俩这关系不用这么客气，让人怪不舒坦的。我这次带回来的都是清兵，他们会沿途回家一趟，辛苦夫人给他们准备些东西。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能说说具体的吗？夫人，您找咱家有何事啊？爷这次回来带回了60个人，他让我为他们准备些东西。我想每人准备10斤大米、10斤面粉、5斤食用油、5斤花生和核桃、2斤糖、1包点心，这样如何？夫人，这些会不会太多了？不会吧？他们跟着爷赶回来，我们给他们准备东西不能显得小气，否则岂不是给爷丢脸吗？夫人考虑的十分周全，是咱家见识短浅了。那您先休息，咱家现在就去准备吗？宋清宁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去准备了。抱。有没有闹母亲？父亲带你出去，你母亲在坐月子，不能伤身劳累，要听话哦。说完便抱着孩子出去，交给了清欢。赵成义再次回到房间里，你还在坐月子，不能劳累，要是遭了病，等老了就得受罪，所以在满月之前不能抱孩子。没事啦，我就是逗孩子玩玩，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看的怎么样？他想知道赵成义去查看存粮后的情况。赵成义的眼神变得复杂起来，他深深得了口气。听说跟亲眼看见是两回事，当看到那几仓库饱满的粮食时，他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敢打赌，这世间没有谁家的夫人能像你一样持家有道。那我今年再多买些。你自己看着处理，无需太过劳累。不过如果你还想开荒的话，就不用招长工了。为什么？军中退下来不少残兵，你需要多少，我可以让他们给你拨过来。他们虽然身体残缺了，但是干活还是没问题的，必要时还能护你们周全。相比那些普通的，他们总能强一点。用不了多少人，至多600吧，再多的话我也无能为力啦。好，那就先这样安排，歇着吧。第二天清晨，这么早就走了吗？时间紧迫，必须得离开了。你安心睡。这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吃食和水，你一定要带上它。好好休息，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写信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都别委屈自己，我会想你的。随后他毫不犹豫地背起那沉重的包裹，转身走出了房门。闺女啊，你现在可是享福了。哎呦，你那男人真俊，娘都不敢看他。不敢看，你还知道俊？不过这2天你们都去哪儿了？平时院子里不都是你们的嗓门吗？那个啥，咱家什么都不懂，万一要是有啥话没说对，得罪了他，到时候不是给你添乱吗？我们这2天就躲着没来，一直在地里忙活呢。再说了，那天你生娃师娘不知道，把他给推出去了，这话都没说好，万一他要是想起了这茬，治罪咋整？闺女啊，娘也是怕。娘，您就放心吧，他可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以后等他回来，你们不用再刻意躲避，只要表现得大方得体就行了。闺女啊，你想吃什么，娘这就去给你做。不用，您歇着。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宋清宁对自己的嫌弃，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感到难过，毕竟他心里清楚，自己的女儿如今地位不同往日，有些变化也是在所难免的。他坐了一会儿后便按捺不住，起身去看望外孙们了。他对这几个小家伙可是喜爱至极，他们那白白胖胖、干干净净的模样，简直让人爱不释手。